大家好，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我是一彩，和你一起了解生活，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判断自己是不是美女，原来要看有没有这些特点。很少有人全中，但中3个就不会丑。希望你喜欢，订阅支持。提起美女，大家心里首先想到的会是谁呢？是家里的亲人，身边的朋友，还是你心爱的偶像明星？答案肯定是各式各样，不尽相同。但我敢断言，很少有人会联想到自己。在这个社会，容貌焦虑几乎成了大多数女人的通病。不敢说全部，但至少也有90%以上的女人对自己的外貌不够自信，尤其是那些本身底子就很好的姐妹，往往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从眉毛、眼睛到脸型、发际线，稍有瑕疵就会大动干戈，结果导致人工美女越来越多，而自然的美女却越来越少。其实长得漂亮固然是优势，但活得漂亮才是真本事。正如那句老话，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普通长相的人也有变美的潜力，只要我们能够正确认识自己的长相特点，通过化妆打扮来扬长避短，虽然不能彻底改头换面，但至少能让我们的形象气质焕然一新，更加吸引人。今天这期咖啡屋，我们就来聊聊怎样判断自己是否为美女这个话题，以及中年变美的思路。大家不妨自我评估一下，看看自己是潜力股还是天选之人。1. 潜在美女有3个特征。对于绝大多数普通女性来说，容貌和身材上总会有些小瑕疵，可能是皮肤状态不太好，有痘印、斑点，或是五官不那么精致，眼睛小点，有点肿眼泡。这些不完美凑在一起，构成了我们独一无二的模样。虽然可能不符合大众眼中的美女标准，但只要拥有下面这3个特点，我们就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首先，脸型流畅，没有明显的缺陷。相比五官，脸型其实更重要。不管是方圆脸、鹅蛋脸还是瓜子脸，只要脸型流畅，没有明显的硬伤，比如国字脸、大饼脸这些，我们就能通过化妆从普通女孩变身小美女。就像美妆博主泰 C 家，皮肤泛红，小眼睛肿泡眼，蒜头鼻，满脸痘印，五官上的小问题一大堆，但好在脸型流畅，没有明显的缺陷。只要通过化妆放大眼睛，缩小鼻头，美貌就能大大提升，变身清冷感十足的大小姐。其次，头发茂密，后脑勺圆润，美不仅仅看五官，氛围感也很重要。那什么是美女的氛围感呢？一头茂密垂顺的头发绝对是关键。头发多不仅能让我们尝试更多造型，还能给别人留下健康有活力的印象。还有头骨饱满，后脑勺圆润，也是美女的重要特征。比如张婧仪头围挺大，据说有50多厘米，但头骨特别饱满，后脑勺圆润。这样的圆头，即使没有茂密的头发支撑，也能让面部正面和侧面形成自然的高颅顶，展现出头包脸的效果，让脸部看起来更加精致、小巧、立体。最后，会化妆打扮，扬长避短。有句话说得好，你不化一次妆，就永远不知道自己能有多美。能力需要激发，美也需要我们去发掘。会化妆打扮的女生，哪怕颜值只有3分、4分，化妆后也能呈现出6分的标准美女形象。特别是那些皮肤或五官有点小问题的女生，真心建议你们去学学化妆。五官底子不好没关系，只要脸型好，化妆技术强，那就是大美女的潜力股。2. 标准美女，传统审美眼光下的3个特征。新时代的美其实并没有固定的标准，在这里我们讨论的是以传统审美眼光来看的标准美女，拥有的是哪3个特征？特征
五官端正，双眼皮大眼睛。在传统审美的眼光里，美女往往要有瓜子脸、大眼睛和双眼皮这些特征。但在我个人看来，瓜子脸其实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脸型更多是影响一个人的气质，是显得精致些，还是成熟点，亦或是温婉可人。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瓜子脸、鹅蛋脸、方圆脸，这些脸型里都能出大美女。大眼睛、双眼皮这个特点，也确实能增添不少美女的气质。毕竟远看的时候，人们首先注意的是脸型轮廓，但走近一看，眼睛就成了焦点。眼睛对于整个面部的美感占比是相当重要的，只要眼睛长得好，五官也比较端正，那基本上就是个标准的美女长相了。特征2，皮肤白皙，肤若凝脂。戏剧巨匠李渔在《闲情偶记生容部》中曾言，女子之美，肌肤白皙最为难得。有些女子五官精致如画，却因肌肤不够白皙而略显瑕疵，实为美中不足。这番话揭示了古往今来人们对白皙肌肤的偏爱，如今一白遮百丑的说法依旧盛行。可见白皙之美历久弥新，看对比图不难看出，皮肤偏黑的人常带有一丝土气，显得不够精致，而皮肤白皙之人，哪怕只是静静的站立，也宛如一块未经雕琢的美玉，纯净无瑕，光彩照人，透出一种高级且清冷的气质，令人瞩目。特征3，身材高挑，凹凸有致。当社会上某一种身材特征被大家普遍接受和赞美的时候，人们往往就会觉得这就是美的标准。比如说，现在很多人都觉得女人身材高挑，曲线玲珑有致，那就是美女。这里说的身材高挑，就是说身材修长，线条流畅，走起路来摇曳生姿，在人群中显得格外亮眼。而曲线玲珑有致，则是指女性身体的曲线美，那是一种自然流露的魅力，让人一看就觉得特别有女人味，特别有吸引力。3，超级美女，要在标准美女基础上再叠加2个特征。一是骨相大于皮相，有混血感，代表人物迪丽热巴、阿娇。超级美女，大家常常戏称她们为女娲的毕业设计。走在街上，那绝对是回头率超高的存在，她们就像是天生被老天爷追着赏饭吃的人，让人羡慕不已。和一般的标准美女比起来，这些美女还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特征，那就是她们的骨相。比如阿娇、迪丽热巴这些人，她们的骨骼结构真的是比皮肤和外貌还要出色。她们的眉眼深邃，鼻梁高挺，下颚线棱角分明，骨骼结构的优美和立体，就像是艺术家精心雕琢的杰作，给面部带来了一种雕塑般的美感。这样的骨相也让他们在岁月的流逝中更加抗老，保持了长久的青春活力。而且立体的骨骼还能给长相增添一份异域混血的感觉，这种独特的外貌总是能吸引人的目光。就像迪丽热巴，她的长相融入了少数民族的特色，明媚动人，风情万种，让人过目难忘。2是三庭五眼接近标准，代表人物章子怡、刘亦菲。三庭五眼这个说法其实是中国传统美学里对面部比例的一种独特描述。简单来说，三庭就是把我们的脸从上到下分为3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从发际线到眉毛，人们通常称之为上庭。第二部分是从眉毛到鼻尖，我们叫它中庭。第3部分是从鼻尖到下巴，这就是下庭。而五眼呢，说的是我们脸的宽度，大概就相当于5个眼睛的宽度那么宽。如果一个人的面部比例越接近这个三庭五眼的标准，那他的长相往往就会越标致越漂亮。因为这种比例就像是精心建模出来的一样，给人一种特别和谐平衡的美感。
同时还能让我们的五官看起来更加精致、更加协调。此外，美女还有以下2个额外加分项：一、气质清冷疏离。大美女的气质通常都是清冷而疏离的，例如林青霞、林徽因等人，她们给人的感觉就是高贵端庄且又难以接近。这种气质既是对于她们美丽的保护，也是她们作为美女的矜持与傲气。2、体态挺拔端庄。古人言，女子之美，仪态为先，体态是美女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像奥黛丽·赫本一样，挺拔的身姿加端庄的举止仪态，让她的优雅与自信美出了国界。总的来说，美是由许多微小的特点汇聚在一起，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感觉。我们并不需要拥有所有的美的要素，只要具备其中几个，就已经足够了。毕竟，美的概念是丰富多彩的，每个人对美的标准和喜好都各不相同。但不管是什么样的美，我们都应该学会去欣赏，去尊重。女人到了中年，就要学会好好利用自己的外貌优势，扬长避短，提升自己的形象。4、懂得扬长避短，营造氛围感。大家有没有感觉，中年女性的美其实是一种感觉上的美？这种美并不太依赖我们的外在条件，而是更注重我们能否展现出一种美女的气质。说白了，就是人靠衣装，只要你懂得如何穿搭，会打扮自己，野鸡也能变凤凰。1、营造美女氛围感的3大利器。首先是高颅顶。高颅顶可谓是提升形象的利器，它能让你看起来更有立体感和层次感，气质显得高贵又优雅。高颅顶，简单来说，就是头顶部分比较高，这样在视觉上会有头包脸的效果，让脸部显得更小巧精致。当然，天生的高颅顶最好，但如果没有也别气馁，你可以通过发型设计来弥补，比如用发胶、吹风机和卷发棒把头顶吹得蓬松些，或者用假发片垫高颅顶，效果都很好。其次是饱满的后脑勺。随着审美的变化，扁平头已经不再流行，现在大家更欣赏饱满自然的后脑勺，它不仅能提升头部的整体美感，还能让颈部线条更流畅，气质更端庄。不过，很多人后脑勺比较扁平，这既有骨骼的原因，也有发型的因素。没关系，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小技巧来改善，比如选择有层次感的发型，让头发在后脑勺部分自然过渡，营造出饱满的视觉效果。最后是精致的发型。精致的发型不仅能修饰脸型，还能提升整体造型的时尚感和高级感。对中老年女性来说，发型就像是第二张脸，经过精心设计和打理的头发，不仅能凸显个人气质和风格，还能让整体形象更加出彩。想要通过发型打造美女氛围感，首先要考虑自己的脸型、发质和气质，选择最能凸显优点的发型。同时，定期修剪和打理也是保持发型精致的关键步骤。你可以通过烫发、染发，或者使用发胶、发蜡等造型产品，打造出更加精致的发型。2、利用发型和配饰修饰面部、头型等缺陷。首先是帽子。帽子是调整头型和脸型的得力助手。戴上帽子，不仅能有效遮掩不完美的发际线或发量问题，还能显著提升造型的时尚感和精致度。当然，选对帽子很关键，比如宽边帽能拉长脸部线条，适合圆脸或短脸的朋友，而鸭舌帽、贝雷帽则能增加头部的立体感，特别适合扁平后脑勺的人。搭配帽子时，要注意和服装风格相协调，避免帽子过大或过小，以免适得其反。颜色上，选择与发色相近或与服装色彩相呼应的帽子，能让整体造型更和谐。其次是刘海。刘海对面部的修饰作用非常明显，就像图中宽下颌、方脸型，
有无刘海的差别一目了然。不过中老年朋友们更适合选择轻盈的空气刘海或八字刘海，既能柔化下颌线条，让脸部轮廓更流畅，又不会显得过于刻意。刘海的长度、厚度和弧度应根据个人脸型特点来调整，同时一定要保持刘海的干净整洁，以免显得随意，影响整体形象。最后是首饰，虽然首饰主要装饰在颈部、耳部或手腕，但也能间接影响面部和头型的视觉效果。比如长款项链能拉长颈部线条，使脸型看起来更修长，而宽大的耳环则能吸引视线，减轻对面部缺陷的关注。中老年姐妹们在选择首饰时，应与服装风格、发型及个人气质相匹配，避免过于繁琐或夸张的款式，以免喧宾夺主。同时，首饰的材质、颜色和光泽度也要与整体造型和谐统一。3. 远离精致土，有自成一派的风格。一是不穿花带艳，缤纷的图案和抢眼的色彩虽然能快速吸引视线，但往往显得有些俗艳，难以体现出高级感和个人魅力。中年女性若想通过穿搭实现华丽转型，首先应避开那些过度装饰和色彩过于浓烈的服装，建议多尝试不同的风格，尽量简约而不失雅致。二是不穿廉价服饰，廉价服饰常常面料手感不好，剪裁也不尽如人意，很难穿出那种优雅或者时尚的感觉。对于中年女性来说，真的没必要被那些低价标签所吸引。买衣服时，多关注服饰的质地和剪裁更为重要，选些品质好的衣物，才能真正体现出自己的品味和格调。三是不盲目跟风，时尚圈的潮流就像天气一样，说变就变，如果一味跟风，很容易就丢失了自己的特色。想要成为一位既时尚又有韵味的中年美女，关键在于拥有独立的思考和审美眼光，不盲目追逐潮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根据自己的身材、气质和爱好，打造出专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格。5. 中年美女怎样形成？注意以下几点就足够。1. 日常的精致感，不披头散发。同样是长头发的白发奶奶，左边的她披头散发，头发显得杂乱无章，整个人看起来毫无精神；而右边的她头发被整齐地扎起，瞬间就显得精致了许多，干练又利落。这就是邋遢与精致的直观对比。头发要又多又顺，到了中年，脱发掉发确实难以避免，但我们不能因此就任由头发随意生长。一个合适的发型，加上日常的精心保养，能让我们的头发看起来更加丰盈顺滑，增添不少精致感。出门要化妆，出门前化个妆也是提升精致感的关键。看看那些姐妹们的妆前妆后对比图，你就能明白化妆对中年女人来说有多么重要。当然，化妆也要讲究技巧，尽量选择自然清新的妆容，避免过于浓重或鲜艳，否则不仅显得不真实，还会降低你的品味。同时，卸妆工作也不能忽视，一定要彻底清洁，避免化妆品残留对皮肤造成伤害。2. 提升审美与品味，穿搭要干净时尚，无论衣物多贵或多时尚，如果不整洁，那么你穿上后的效果都会大打折扣。所以定期清洗和熨烫衣物是非常重要的。配饰、首饰要有品味且恰到好处，不必堆砌太多配饰，1-2件有特色的就足够了。比如一个简单的项链或一对耳环，就能让整体造型更加出彩。3. 体态加谈吐等于气质，仪态是这女人美的先决条件。无论岁月如何流转，即便我们步入老年，依然要尽可能地保持适量运动的好习惯。这不仅能帮助我们塑造良好的体态，更是对生活的一种热爱和尊重。
散步在清晨的公园，或是练练瑜伽，享受慢走的悠然。这些运动方式不仅强健了体魄，也让心灵得到了放松和愉悦。此外，也要记得丰盈自己思想，言谈举止有教养，这是内在美的体现。在老年生活中拥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就像是给生活添上了一抹亮色。无论是沉浸在书海中阅读，还是背起行囊去旅行，亦或是学习一项新技能，都能让我们的内心变得更加充实和满足。这些爱好如同一扇山窗，让我们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也感受到了生活的无限可能。总而言之，中年女性的魅力不仅仅体现在外在的装扮和体态上，更在于她们内在的审美与品味、思想与修养。这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积累的过程。只有经过岁月的洗礼和内心的修炼，中年女性才能逐渐散发出独特的气质和魅力，成为更加优雅自信的女人。好了，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或者看后有所醒悟，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欢迎留言和投稿，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遇见更好的自己。我们下期节目见。